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官方发布了更新影片，但是这一次官方发布更新影片呢，有一点奇怪，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游戏公告之后就直接发布了影片，然后里面讲的内容有很多都是蛮离谱的，我觉得各位可以稍微看看一下。不过各位要记得，今天是4月1号，有可能这个是愚人节的笑话来的啦。因为在之前官方也是有发布过讲要出 T6 的消息，不过这个是开玩笑而已。也是在4月1日发布的一个消息来的。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官方发布的离谱影片到底有多离谱。首先第一个更新是解散王国的转盘，没错，你们没有听错，他们要解散王国。那么这个转盘上面呢就会写王国的名字啊，就比方说960、2489、1093这种强大的王国，听清楚，是很强大的王国才会在这个转盘上面。然后每一年的最后一天会选择其中一个王国解散，而且官方会直播画面跟大家说哪一个王国解散了。那么负责转这个转盘的人是谁呢？ OK， 并不是人而是莉莉丝养的一只猫，是由他去按下这个按钮的。没有想到这些大王国的命运掌控在一只猫的身上不过我觉得可能性很低啦，虽然万龙觉醒也是有可能打完一个赛季之后联盟解散的功能，不过在万国觉醒里面是本来就没有这个功能了。而且策划本来的打算是想要把一些已经快要死掉的王国合并在一起，而且现在万国觉醒主要的营收都是来自先锋王国，就比方说这一次960跟2377的打架应该是赚了不少钱。不过我觉得如果是开玩笑的话，可能某个层面上它这个转盘也代表着另外一个意思，或许下一次的更新会跟王国有关系，就比方说和服，你要跟哪个王国和服，可能也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合并。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推出这个功能的话，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做一个新的界面呢，还不至于拿一个那个旧的界面来做出一个新的东西。而且还特别强调我们会给每个玩家移民令，而且他们还说到他们推出这个功能是为了要平衡，而且要让游戏的生态变得更加健康。当然这个纯属开玩笑而已啦，真的要健康的话就不要玩游戏了接着一个全新的剧本讲这个我都想要吐槽，你们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地图有点熟悉？没错，这个地图就是兵无常势的地图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玩家的话可能会受骗了，哇，又出一个4个阵营的地图。但是我是主播，我是去弄地图的玩家，他们想要透过这个伎俩骗我是没有用的。而且正常来说，如果他们推出一个全新的剧本呢，都会有一个封面，就比方说最近推出的精兵伐谋也是有独特自己的封面，那它出现这个地图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就是我们的统帅可以转换成龙骑士，那这个龙骑士的装扮就有一点什么了，有一点像 AI 的图片。因为各位也知道万国觉醒的画风一向来都是比例不协调的，龙骑士突然变成这么完美的身材，显然这个画风是不符合乐狗的设计风格的。而且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界面好像有点熟悉啊？没错，就是我们之前玩的一些活动的界面。而且它龙骑士的那个头都几乎没有什么改动啊，它只是改动下半身而已。然后转换成龙骑士之后有什么特殊的功能，这边完全没有写到有没有增加任何的技能之类的。除了龙骑士之外，你还可以转换成守护者我用霍去兵转换成守护者，骑兵换成步兵。那么也是一样，这个守护者除了头没有改变之外，他的身体是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画风，身体比例也变得比较正常了。你们可以拿右手边的那个霍去兵身体比例来跟左边做比较，你们就知道差别有多大了。下一个坐骑功能这个在之前我去越南开会的时候有问过他们今年会不会推出坐骑，那他们是有说过不会推出啦。不过也是一样，搞笑的部分比较多啦。他是说如果你玩了这个活动之后，你就可以拿到坐骑，并且在 KVK 中使用。每一种不同的坐骑有不同的功能。那它首先第一个大象的 OK 看起来还算是比较正常吧。然后在大象上面看起来它的外貌有点像汉尼拔。然后右手边那个就很离谱了，它叫哥斯拉。OK 不好意思，它是 Godzilla， 就是俄斯拉，不是哥斯拉。这个俄斯拉的功能呢，就是在每10秒里面发出很大的声响，就是鹅叫的那一种声音啊，轰轰那种声音，可以让附近的敌人撤退3秒这个非常有创意啊，没有想到莉莉丝部门还可以想出这样子的东西。下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要加入不同语言的联盟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做问卷回答。就比方说现在你们画面上看到的，他说这个联盟是韩国的联盟，只是说韩语而已，你已经准备好做这个语言测试了吗？
那我说实在呀，如果真的有这个语言测试的话，我相信大部分玩家都不会再加入这个联盟了。而且这个是国际服啊，那你如果是国际服的话，应该会有不同语言的玩家在游戏里面。因为我相信，就算是华人王国、韩国王国也好，都是会有一些外国玩家。那不会说中文、不会说英文的话，那不是变成说这个联盟就只有一个时区的玩家了吗？在国际服要怎么生存下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也不是每个玩家都有白名单在某个联盟里面。假设说有一些玩家是第一次加入这个联盟的话，哇，他又要做语言测试，又不知道有多少个题目。我觉得可能性并不是很大，而且你们看后面的那个背景，这个人是已经加入了联盟，然后前面又跳出了一个通知说要做一个韩语的测试。这个测试不是说在你加入联盟之前就应该要跳出来吗？为什么加入联盟之后才跳出来？这样子的话就有点多此一举了。我觉得他们这个画面设计有点错误，它的背景应该要放申请加入联盟的背景，然后前面才放这个做语言测试。下一个部分是说4月6日是国际走路天 Walking Day， 为了庆祝那一天，伺服器会关闭8个小时。会增加100%的新鲜空气摄取，增加50%的步行记录，增加75%的社群互动。一些有出门的玩家，如果你们有打卡自拍的话，可以放在万国觉醒的 DC 社群里面，这样你就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至于下一个部分太令人伤心了，如果你曾经拿过11郎的话，不用紧，他还额外给你一个头衔。只要你拿过一次第11名，你就会有这个你已经尝试过的头衔，然后才给一个3小时的加速而已，这个也太可怜了吧。最后他们打算在南极举办线下见面会。南极有多少个玩家？南极有没有 WiFi 都是问题啊。他们这个冷笑话也太冷了。并且申请参加这个活动的玩家，你们知道可以获得什么东西吗？我想到都觉得离谱。你们将会获得这个抱枕，这个抱枕上面的脸呢是里奥的脸来的，然后下面的身体我不知道是谁的身体啊，这个看起来像是画上去的，他只是把一个头皮上去而已。我坦白说，如果他们真的要出这个抱枕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谁想要这个抱枕。假设他们在这个抱枕上面印一个女生的脸上去啊，就比方说 Goose 的脸啊，或者是之前国服的主持人小鱼啊那些，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人要。通常玩万国觉醒的大多数应该都是男生嘛，谁会想要男生的抱枕啊？而且你抱着他睡觉虽然只是开玩笑而已，但是我看了他们最后的幕后花絮了，他是真的把这个抱枕的整套做出来，他把那个印出来了。难道这个是隐藏款？可能某一个玩家会抽中。不过关于到这个抱枕的事情跟大家讲一下啦，除了阿尔特米西亚版本之外呢，其实他们最近也推出了珍珠版本的整套，因为他们下一场的活动是在杜拜那边举行的，那边比较多穆斯林啊，所以他们就选择了珍珠作为整套。以上就是这一次的荒谬影片大家看看就算了。今天是愚人节，是完全没有发布任何官方公告的情况下所做出来的影片，大家看看就算了，不要当真。各位对于这一次的影片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